反复横跳，美国国会通过法案取消了 F-22的退役计划。俄罗斯在哈尔科夫方向占领大片区域。乌克兰袭击俄防空基地。美国10亿军援抵达以色列。海军陆战队装备无人直升机。科克伯盯上北约士兵的手机。之前大兵报道过，根据美国众议院军事委员会提议的2025财年国防授权法案，空军原计划在2025财年退役250架飞机，以节省超过20亿美元。这些退役的飞机呢，将包括32架 Block 20 F-22 喷气式飞机。该军种表示F-22即便是在非作战情况下，其维护成本也太高了。除此之外呢，该法案计划在2025财年之后呢，停止购买波音制造的 F-15EX， 将整个 Eagle 2计划限制在98架。但是5月13号，委员会公布拟议的国防授权法案将推翻这两项决定。一名国会工作人员确认，在新的法案阻止空军在2027年之前退役 F-22。这位国会工作人员指出，立法者认为这些 F-22仍然对未来的战斗具有重要意义，尽管其作战及日常维护的成本很高，但它们仍然是当今世界上最好的空中优势喷气式飞机。同时，新法案还将暂时搁置空军退役26架发动机效率较低的 F-15E 攻击鹰计划。直到五角大楼提交一份研究报告，显示空军需要多少架战斗机才能满足地狱作战指挥官的要求后，这些喷气式飞机才能退役。国会官员认为，如果在10年内美国会和其他大国爆发战争，那么这些 F-15E 就还有用武之地。同时，这位国会工作人员表示，空军的其他退役请求包括退役56架 A-10游猪攻击机、65架 F-15C 和 F-15D， 以及11架 F-16战斗机的计划获得了国会的批准。美空军认为 A-10攻击机在与军备水平较为先进的对手的战斗中生存力过于脆弱。除了明面上的理由，暗地里美空军执意退役 A-10，是因为它不具备空战能力，是专为陆军而存在的飞机，相当于是拿着空军的钱养陆军的装备。所以空军希望在2029年之前整个退役 A-10机队。但国会长期以来呢，一直反对空军 A-10的退役计划，直到近几年才有所缓和。新法案还将在预算中增加2.7亿美元，用于在2026年购买额外的24架 F-15EX， 并保持波音4代喷气式飞机的生产线的活跃程度。新增的飞机将使空军的 F-15EX 机队总数达到122架。虽然比最初预期的144架少，但比去年预期的98架多。国会的工作人员表示，限制 F-15EX 的数量是因为他们想在2026年继续开发新版本的 F-15EX。大兵认为，取消退役 F-22其主要目的还是因为最近不断恶化的世界局势，美国需要这种先进战机来作为威慑的手段。至于成本问题，在国家面前也是小事儿。同时，取消退役 F-15E 也是因为相同的原因。如今欧洲被俄乌战争所牵制，中东伊朗和抵抗之狐又蠢蠢欲动，中非脱美投俄，美国在全世界的军事影响力正在不断下降，目前只在东太平洋区域还算相对稳定。所以美国必须从现在开始为下一场可能爆发的冲突做准备。从冷战以来，美国国内的国防工业水平就开始持续衰退，大量工业产业开始流向欧洲和其他地区。美国只需要进行高端技术的研发，制造环节则由成本更低的区域负责。但俄乌战争已经证明，美国的这种模式在伊拉克、阿富汗这种一边倒的战争中尚且能够兼容，但在俄乌战争这种高强度消耗战中就有些捉襟见肘了。因此，美国必须从现在开始重新壮大国内的国防产业，以应对规模更大的冲突。俄军已在哈尔科夫州占领了220平方公里的土地。5月13号，俄罗斯军队已经挺进了赫里伯克，并且在村庄中心升起了一面旗帜。但是俄罗斯消息人士声称，俄罗斯军队尚未占领整个赫里伯克，而是沿着哈尔科夫河西岸向定居点以西推进。同时呢，俄军在奥列尼科夫西南和卢基扬奇以北推进。乌克兰总参谋部报告说，俄罗斯军队在卢基扬奇附近取得了一定的战术成功。
俄罗斯国防部报告说，乌克兰军队在赫里伯克附近进行了反击，俄罗斯军队进入了卢基安奇，俄罗斯军队还继续向皮尔纳附近的利普奇方向进攻。在沃夫昌斯克，俄军占领了沃夫昌斯克北部的沃夫昌斯克肉类加工厂，并在傍晚时分推进到沃夫昌斯克中部，直至沃夫恰河北岸。一名俄罗斯军事博主声称，俄罗斯军队正在清除斯塔里奇亚等2个定居点。俄军在5月12号对沃夫昌斯克以西和以东的沃夫恰河上的桥梁进行了打击，并在5月13号开始瞄准该地本身的河上的桥梁和后勤线。根据报道，乌克兰军队只是留下了2座可以用的桥梁，在沃夫昌斯克的沃恰夫河上。如果俄军想要继续向哈尔科夫前进，势必需要这2座桥梁作为装甲部队的通道。然而，俄军现在却开始主动攻击这2座桥梁。大兵认为，俄罗斯最近的行为和之前的预测相同。哈尔科夫攻势发起的目的不在于攻占哈尔科夫市或者乌克兰其他主要城市，而在于创造一条战略缓冲区，缩减乌克兰从该方向打击俄境内目标的能力。俄总统普京和其他克里姆林宫官员经常建议俄罗斯在被占领的乌克兰建立一个非军事缓冲区，以保护俄领土免受到乌克兰的袭击。俄罗斯驻美国大使安东诺夫在5月13号将该缓冲区与俄罗斯在别尔格罗德州以南加强的进攻行动直接联系在了一起。乌克兰和西方官员最近还表示，俄军打算在哈尔科夫州建立一个10公里的缓冲区。一名乌克兰战场指挥官最近表示担心，哈尔科夫州北部的乌克兰防御工事不再紧邻国际边境地区，这使得俄军能够快速且相对较浅地推进。更高级的乌克兰指挥官最近表示，乌军已经在哈尔科夫州更深处建立了多层纵深防御，这和其他战场指挥官的报告一致。新的攻势也能够吸引乌克兰部队从前线调往后方，这将会导致本就困难的东部战线变得更加脆弱。俄罗斯夏季攻势真正的杀招可能并不在于哈尔科夫。但是战略缓冲区的建立会导致俄军这5万部队进入乌克兰的炮火射程之内。如果此时乌克兰能获得大量炮弹，就能对在哈尔科夫的俄军造成非常严重的打击。然而从目前情况来看乌克兰的弹药匮乏问题依旧没有得到缓解。乌克兰打击俄罗斯防空基地，根据俄媒体报道说，一位克里米亚紧急情况部的消息人士披露，乌军在5月13号袭击了位于克里米亚艾佩特里山的第3无线电工程团防空基地，该部队是隶属于俄空天军无线电工程部队。乌克兰媒体《乌克兰真理报》在5月13号报道称，乌克兰军方的一位消息人士证实了艾佩特里山的袭击。这次攻击造成了俄军不明人数的伤亡，第3无线电工程团的指挥官也被牵扯其中。俄罗斯国防部声称，俄罗斯军队在克里米亚上空击落了4枚风暴阴影导弹和7架无人机，但并没有对袭击事件做出解释。除了打击俄军的防空基地，乌克兰安全局还对别尔格罗德州斯塔里奥斯科尔附近的油库、奥廖尔州和布良斯克州的电力系统和佩利茨克州的叶列茨卡变电站进行了无人机袭击。该变电站为俄罗斯铁路斯塔诺瓦亚油泵站提供服务。俄罗斯利佩茨克州州长伊戈尔·阿尔塔诺夫声称，俄罗斯军队在利佩茨克州压制了无人机，并表示变电站发生火灾可能是由于其中一架乌克兰无人机造成的。美国10亿军援抵达以色列。在乌克兰缺乏弹药的同时美国又增加了10亿美元的援助去送往以色列。3名国会官员在14号表示，拜登政府已经告诉国会，他正在向以色列发送价值超过10亿美元的新一揽子武器和弹药。这是政府宣布向以色列运送的第一批武器，因为他在本月早些时候搁置了另一次武器转让，包括3500枚炸弹。当时美政府表示，他们之所以暂停武器供应，是为了防止以色列在拥挤的加沙南部城市拉法使用炸弹。国会官员说，送出的一揽子计划包括了约7亿美元的坦克弹药、5亿美元的战术车辆和6000万美元的迫击炮弹。众议院共和党人计划本周提出一项法案，要求向以色列提供进攻性武器。在拜登上周暂停炸弹运输之后共和党人迅速进行了谴责，认为这代表了美国放弃了在中东最亲密的盟友。白宫在当天表示，如果运送炸弹的法案在国会获得通过，拜登也将否决该法案。
该法案在民主党控制的参议院也几乎没有机会。但众议院民主党人在这个问题上有些分歧，大约有20多人签署了一封致拜登政府的信，称他们对暂停炸弹运输一事深感关切。白宫新闻秘书卡琳·让皮埃尔本周表示，我们强烈反对限制总统根据美国外交政策和国家安全目标部署美国安全援助的企图。无人直升机投入实战，空中客车公司5月14号宣布，其无人驾驶的 UH-72 已经被选中参加海军陆战队空中后勤连接器计划的第1阶段。另外3家公司也在 ALC 的初始阶段签订了合同，但他们的身份尚不清楚。ALC 计划旨在为海军陆战队寻找适合的后勤无人机。West Engineering 和 Molly Aeronautics 的 TRV-150C 已经投入使用了，以满足最低级别的战术补给无人机系统。空中客车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在一份声明中表示，我们的无人驾驶 UH-72 物流连接器利用了近20年的美国军事能力，为海军陆战队提供一种多功能、经济实惠和持久的解决方案，以解决全球的物流任务。如前所述，海军陆战队的无人驾驶 UH-72 也被称为无人后勤连接器，是基于改进型的 UH-72B 的变体。其中第一个实验机已于2021年交付给陆军。空中客车公司表示，无人机版本与载人的 UH-72B 具有高度的通用性，并且做出了一些改进，这包括一个涵道风扇尾桨、一个简化的主旋翼头，有5个叶片而不是4个叶片，以及改进的数字控制发动机。空客公司表示，这使 UH-72B 提高了升力性能，并使其更容易维护。根据空中客车公司网站称， UH-72 无人版预计将能够以250公里每小时的速度巡航，航程至少为648海里。无人驾驶的 UH-72 的最大有效载荷能力约为 1.8 吨，能够在内部携带货物，并悬挂在机身下方。载人的 UH-72 已经具有后翻盖式门和开放式机舱设计，两侧的门相对较大，这可以很好地转化无人载货配置。在 UH-72 在陆军服役的重点呢是在美国国内，这些直升机目前专门用于非战斗任务，包括缉毒、边境巡逻和医疗后送任务。科克伯盯上北约士兵的手机。泰晤士报5月12号声称，英国军人已经接到了警告，在俄罗斯边境一带展开重要的地面和空中袭击演习时，要防止俄罗斯特工刺探他们的手机信息。报道声称，科克伯会通过北约士兵手机中截取亲人的个人联系方式，从而瞄准军人的家人目标。在冷战以来，北约规模最大的军演坚定捍卫者演习期间，数以千计的英国军人被部署到了与俄罗斯交界的国家。麦西亚军团第1营指挥官格兰特·布朗中校就上述威胁向英国军人发出了警告。他随后补充说，我们绝不能抱有幻想，在我们备战、部署以及在欧洲作战之际，俄罗斯会盯着我们。本周末在爱沙尼亚努尔姆西举行的作战演习期间，英国陆军机载信号中队的一名军人表示，就个人装置而言，主要威胁是地理位置以及从手机中截取信息。2017年，在爱沙尼亚与俄罗斯交界的边境附近的塔帕军事基地，一些军人抱怨自己的手机发生了奇怪的事情，就比如在法国和英国部队即将抵达前不久，手机通讯录消失了。事后调查显示，俄罗斯部队利用了可移动天线登陆了这个地区的手机，截取了手机发出的数据信息，并清除了手机信息。这个事情呢，催使了新的规定，命令驻扎在这个基地的军人必须从手机中取出用户卡，并且只能在安全的热点使用互联网。驻扎在这个基地的英国军队也采取了保护人员的必要措施，同时还制定了反制措施，降低地理位置定位风险。在训练和作战期间，手机要留在宿舍房间里。同时，英国还颁布了一条手机使用指南，要求英国军人绝不要在社交媒体上公布与工作相关的细节，它可能会被潜在的敌人用来伤害你本人或者你的同事。就算是仅朋友可见，也有可能被不请自来的第三方轻而易举地获取。同时，手机定位功能也必须关闭，防止泄露位置信息。大兵认为，科克伯窃取普通士兵行为，其实用价值较低，主要目的呢是恐吓这群底层士兵，打击北约部队的士气。
对此，各位有什么看法？欢迎发表在评论区。本期视频到此结束，我是大兵，我们下期再见。